买回来了，你看看，对不对？啊，有点不敢打开呢。等等，就是这款，好神奇呀！你居然没有买错。怎么可能？哎呀，这是咱们结婚纪念的礼物，怎么可能买错？这什么做的呀？还真不便宜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以后不打算送我了？啊，没，以后每年结婚纪念日你都要买一个给我。行，只要你高兴。嗨，早啊！哼，这儿呢。给我下！哎呀，你姐是不是上班去了？你最近是不是对我姐有点过分关心了？不对，你今天看我的眼神像看贼一样。我可警告你啊，我姐她是个对待感情很认真的人，和我以前交往那些女孩子不一样。别去打扰她。你想说是不是这个？知道你还纠缠她。我这次不一样，我这次是抱着认真交往的态度在追求你姐。认真？多认真？你是个认真的人吗？娜娜，我承认我之前是有过不少恋爱经验，可自从我见到你姐以后，我第一次有了想安定下来的冲动。哎呦，你可别说了，再说我要吐了，要不然我就打你。行，我要是对她不好，你随时打我。不过我会以实际行动证明我对她的真诚。看我的心情，你的表现吧。哎，那你姐上班去了吗？行，我送你去学校，走，上车。走吧，要下雨。岑姐，哎，我们给小红梅做那个舞台设计方案发过去了没有啊？上次就是缺这一部分，冯团长很重视。早就发过去了，冯团长说了要亲自过来找我们聊一聊呢。那行吧。哎，哟，冯团长，你怎么来了也不事先打个招呼啊？我希望以后我们小红梅的事情还是由李怡静来负责。冯团长，李怡姐还年轻，我们这儿有更有经验的同事。年轻不代表没有经验。我收到了2份舞台设计方案，有一份实在优秀太多。如果你们执意要换人，那我也可以换了你们。冯团长，您这是……李怡姐，不说句话吗？冯团长，感谢你对我的信任，我一定尽我全力做到最好。尽快给我看到结果。好。慢走啊，冯团长。你拉办公室一趟吧。崔经理，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啊，我还有工作要做。行，挺厉害的呀。那就好好工作，千万别出一丝岔子。你放心。李姐，你在背后捅我刀子，算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在背后捅你刀子啊？冯团长是当着所有人的面选了我，这叫公平竞争，晴姐。你，李锦。
天都晴了，心情好点了吗？什么事儿这么开心？什么事儿？我就觉得好像我现在像那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婴儿，然后踉踉跄跄的迈出了第一步。OK， 我看看，你拍的可以啊，廖真，你真的喜欢拍照吗？我怎么觉得你是那种总拿着拍照当幌子呢？不好意思啊，让你误会了。我就算是要撩女生，也用不着拿拍照当幌子呀。也是，应该大部分女孩看你都会觉得你长得还行，然后也有钱，对吧？谈钱不就俗了吗？我觉得啊，你得找一个精神契合的。你就算找不到灵魂伴侣，你总不能找个灵魂废物吧？那你觉得你的灵魂有什么独到之处呢？我就是一庸人，但是呢，我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。各花入各眼，总会有人懂你的好。易景，你就不要太妄自菲薄了。要不认真考虑一下，和我交往吧。我妈。下班了吗？等你回来吃饭呢。别一天到晚都在外面吃，这几天连早饭都没吃。我不回去，我跟朋友在外面呢。你是不是又跟那个廖哲在一起呀？我早上跟你说的都是废话。先回来，找对象的事再聊聊。不用聊了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我就说了，我不会打。我们是来玩的，又不是来打比赛的，放松点啊，开心就好。不过你已经比我强不少了，我第一次打的时候，整个杆都飞出去了。放轻松啊！哇，你好厉害啊！我教你，你看啊，打球有几个要素，第一，先是架杆。来，我架一次试给你看，把你的杆架在我上面，大拇指的中间跟虎口的中间，大臂不动，小臂轻轻往前推。好。哦，怎么样？有感觉了吗？好像有点吧。过来，到这边来。看啊，争取咱们这一球能够把它击进袋。按我刚才教你的方法。手架在虎口上，然后轻轻的往前推，有点东西啊，有天赋的，一教你就会。你来，来，我给你加点难度，打这个球，这太难了吧？试试，我肯定打不进。
刚才听你在电话里，你跟你妈说你有男朋友，回家以后你妈问起来，你怎么办啊？哦，我就先应付一下，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应付，应付也要走点心啊。我倒是有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很简单啊，你我假装男女朋友。不行不行，肯定不行。怎么？你怕会露馅不成？我告诉你，我特别招阿姨喜欢，我那些后妈们争先恐后给我送钱，我有招。算了，不合适这样。我都不介意了，你还纠结什么呢？你得让你妈放点心，这样你才喘口气，不是？行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大姨，看什么呢？哎，你来帮我个忙来。看看这照片上的车是不是挺眼熟的？哟，这个笑的这么荡漾。这廖哲拍的吧？你怎么看出来的？他车我认识。哎呀，你姐之前跟我说，她有男朋友了，会不会是跟廖哲好了？廖哲这阵子一直追我姐呢。那大爷，你这不正好了了一桩心事吗？可是你姐说她跟廖哲就见过几面呢，那就好上了，很正常。那还有那些认识1个月的就闪婚，这你受得了吗？那他们这会不会是骗我呀？那缘分来了，他挡都挡不住。我就怕这人，他要不是真心呢，刚刚受了情伤，又来找个替代品吧。廖哲受情伤。他之前不是追过你吗？现在又来追你姐，你这个人，这感情方面这太随便了。大姨，你这么说我就不愿意了啊！你这显得我也很随便。我们俩就是好朋友，他追我都闹着玩的。就是这样，见一个追一个的人，才不让人放心嘛。你要干嘛去啊？我去盯实验，你放心吧，我去帮你盯着点他啊。哎呀，你这又熬夜，身体受得了吗？走了，你小心着点啊，注意，爱你哦。成天的在外头忙。婉清啊，你在哪儿呢？我还能在哪儿啊？在妈这儿呗。我们刚吃完饭，妈回屋听戏去了。你就放心吧，别老查岗了。我专门请了假来陪妈的啊。你让妈听戏的时间别太长了啊，你多带她下楼走走。好，我知道。哎，娜娜怎么样？你们家娜娜除了神出鬼没，再就是在实验室做试验，其他的都没什么。行，还有什么事儿你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啊。你跟你闺女一天到晚通电话，什么话都说，还用得着我管呢？你帮我盯着，肯定我更放心呗。姐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先挂了啊。哎，等等，我问你个事儿，你那儿有廖哲的电话吗？谁？廖哲，你问他干嘛呀？哎，你最近为什么老提他呀？他跟娜娜不是同学吗？大学里的那个纪念册里头不是有相互留个电话，你能给我一个吗？这年头谁还有纪念册？我倒是听娜娜说过，好像廖哲在上海开了一个什么跆拳道馆，我帮你查查吧。哦，好，那你尽快给我好不好？好，你先挂了吧。嗯。
娜娜，别老熬夜啊，要注意身体。啊，喂，什么事儿？你说。姓孟的老阿姨找我，我不认识什么姓孟的阿姨啊。姓孟的怎么了？没有，跆拳道馆打来电话说一个姓孟的老阿姨1个小时之内打了30几通电话找我。这个姓孟的老阿姨十有八九是我妈。哦，原来阿姨姓孟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妈这个人比较极端，她之前还差点把我前男友弄去派出所了呢。对不起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等一下，既然孟阿姨对我这么好奇，咱们就大大方方的见她一次。没这个必要吧？喝点水啊。哦，好，好，好。要加点凉的吗？不用不用，喝热水好，我喜欢喝热水。哦，对了，阿姨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还有地址，以后你就可以直接找到我，不用担心一景了。这哪看得清楚？你去把我的眼镜拿来。哪儿呢？桌子上吧。这透明的就不让人看清楚啊！阿姨，以后我打印一版纸质的。那倒不用，快！哎，哦 ，OK。你不是开跆拳道馆的吗？哦，跆拳道馆是我公司的业务之一。哎，阿姨，我才发现您家打扫这么干净。你看这桌布什么的，一点灰尘都没有。我家一锦呢是个普通的上班族，这房子都是租的，比不得你住大豪宅。不，阿姨您可别这么说，我觉得您这比我那好太多了，一看就特别的温馨。其实我小时候我们家住的房子也不大，那会我妈跟你一样，没事也爱规矩这个规矩那个，所以我一进门来，我感觉到特别的亲切。你爸你妈是做什么的呀？哦，我爸是自己开公司的，就是刚刚给你名片上面那家公司。我妈在我上初中的时候生病走了。过去的事儿就不再提了。你跟一锦是怎么认识的呀？怎么忽然就成男女朋友了？阿姨，阿姨，您相信缘分吗？我们这一辈人都是家长介绍相亲认识的，没什么缘分不缘分。其实，我跟一锦是不打不相识。那一天，娜娜喝多了，我送娜娜回来，一锦以为我是个坏人，为了保护娜娜，真的要跟我拼命。她这个做姐姐的，就是看不得妹妹被欺负，这点像我。我能看得出来，您在一锦身上倾注了很多心血，把她培养得这么好。是，从小到大，为了培养她，我真是费了不少心思。你去给小廖拿点饮料来，就拿那个娜娜常喝的那种。哦，不用，阿姨，我爱喝热水，老喝冰的对身体不好，热水挺好的。你多大呀？你妈去世之后，你爸有没有再找？你还有弟弟妹妹吗？你们是？我再给你加点水。妈，你喝水吗？我不喝。啊，不用了，一锦，
我希望阿姨多了解了解我。要是自家的大白菜让猪给拱了，也得问清楚这头猪的来历吧。哪有人这么说自己的？阿姨，我是93年的。哦，比一锦大1岁，30。你看不出来呀。谢谢你夸奖我。其实我毕业这几年来一直在忙公司的生意，所以在个人问题上就没抓紧。这一晃眼，不就迟了？啊，男孩子这个年龄没问题。其实我们家主要是做跟健康有关的产业，比如跆拳道馆、健身房。然后我主要是打理国内的业务，我爸是打理国外的业务。哦，我爸再婚了，不过他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。这挺好的。天，这都什么呀？什么乱七八糟的消费？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对对对，我是那个，我想查2笔那个消费哈，4月11号的一个文化娱乐，对，这个2380，这个是个什么文化娱乐？哦，卡拉 OK 哈，行，好那个还有一笔啊，4月27号有一个1196，行，好，没关系，谢谢啊，谢谢，我自己查。好，卡拉 OK， 真有名。足浴按摩啊，你捏个脚1196，你多少只脚啊？气死我！喂，哎，对，我想把我的信用卡注销了，行吗？王清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正好刚下班，我就想在附近找个地方吃个宵夜，没想到碰上你了。在这附近吃宵夜，我都住了几10年了，我都不知道这有吃宵夜的地儿，只有早餐店。我其实就是想来看看你。你不是请假想照顾阿姨吗？我有点担心，可是我人来了吧，我又害怕打扰你。我妈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我姐去上海了，有点担心她，就让我来轮个班，照顾照顾她，就几天。那就好。陶大磊没难为你吧？没有，我们都结婚几10年了，谁还能为难谁呀？哎，过几天同学30周年聚会，你会去吧？哎呀，我的天呀，我真的不敢想，这都30周年了。可不嘛，咱们都老了。是。大家伙说都会带家属，你呢？我反正自己一个人，我自由的很。我应该也是自己吧，这不就是同学见见面吗？那天肯定会非常热闹啊！哎呀，当年的那些同学们呐，不知道现在变成什么样了。不用管别人变成什么样了，咱们自己千万别变。我觉得你这些年就特好，一点也没变。在我心里你也没变。行吧，你赶紧去吃宵夜吧，我走了。等等。之前以为阿姨病了，我专程买了些车厘子。天气燥，让阿姨多吃点新鲜水果。谢了啊，拜拜。拜拜。阿姨，时间不早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等下次有空，我带你跟一锦一起去兜风。不用，开车慢点。
好嘞，阿姨您留步啊。哎，再见。我到家给你发微信。哎，好吧。你慢点啊。嗯。拜拜。这身家底细都告诉你了，你该放心了吧？自报家门，这一点就比那个周道强。不过我提醒你啊，你别脑子一热一头扎进去，他耽误得起，你可不行。回头再耽误你几年，你这辈子都完了。哎妈，这没找男朋友一辈子也完了，有了男朋友没结婚一辈子也完了，结了婚没孩子一辈子还是完了。怎么着一辈子都完了？那做这些事儿还有什么意义呢？你这脑子怎么老是这么奇奇怪怪的想法？怎么回事你？不都你说的吗？我饿了，你不饿吗？我就是觉得这个廖哲，他反正有点不对劲。又怎么不对劲儿啊？我也说不上来。妈，你是不是觉得跟你不熟的人都不对劲儿？这你说对了。你把他的微信给我一下，我跟他熟悉熟悉啊。人家早就主动加过您了，您通过验证一下啊。看见了吧？可以做饭了吗？可以。给你做啊。这儿就你工位啊，就坐这儿。来，大家听一下啊，这一位是我们剧院新来的实习生啊，孙小茹。小茹啊，实习期间你的工作呢，就是跟着几位前辈做项目，多看多学，有什么不懂的尽管问大家，当然了，也可以问我。谢谢崔经理。还有啊，咱们剧院跟地方上一些儿童文化宫有合作，儿童节快到了，所以呢，咱们部门需要有人去维护一下关系，顺便了解一下儿童剧下沉市场的需求。哦，这是要下乡啊，崔经理啊，我最近想多陪陪孩子，你不知道我们家这个最近成绩下降的。行，梁曼，要不你去吧，好吧，3天到1周的时间，你准备一下吧。这么长时间，那我手上的项目怎么办？大妈，我去。小红梅的项目正好也步入正轨了，明天冯团长去看一下剧场，也就基本上没什么事儿了。我晚上可以出差。行，那就这样吧，啊。小茹，你好，我叫李一锦，你要有任何不明白的事情都可以问我。谢谢英姐。哎呀，干嘛呀？好好说话呀。没有，姐，我就是紧张的时候才这样。哎呦，本来想有个新来的实习生能帮忙跟观众搞个互动，现在看来不行喽。小茹，我带你去剧院里看看，怎么样？好，走。哎，小茹，我刚才带你看的就是咱们剧院的各个部门，咱们是演出经营部，所以呢，其实跟每个部门都会有很多合作。你呢，跟着他们多走动走动。啊，好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份实习，姐，我一定会好好干的。我觉得你现在说话流畅多了，挺好的，慢慢来，别紧张。我小时候有一个朋友，其实跟你挺像的，不过他就是那种特别乐观的人，别人嘲笑他，他根本都不管的。真的吗？他这么厉害？那他现在怎么样了？我觉得他应该过得特别好。其实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。小茹，我们等会儿一块儿吃饭吧，我请你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英姐，崔经理找我，我现在得过去一下。走了，姐，拜拜。
黄教授，黄教授，啊，你就是那个陶淑娜吧？你们系里的第一个女博士。黄教授，我很想来我们研究所实习，我也提报了申请，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接收到面试的邮件呢？研究所有自己的招人标准，那就是我的成绩不达标，因为据我所知，我们系有5个男生都收到了面试机会，他们的成绩远远不如我。成绩好可不代表一切。是因为我是女生吗？性别因素更不是原因，你考虑多了。黄教授，等等，黄教授，这个实习机会而已，冷静点啊！我看中的不是机会，是公平。如果因为我是女生他就不选我的话，这就是不公平，我不接受。你这事情上太敏感了。因为你是女生，那你就选文科，不要选理科，因为后劲儿跟不上。因为你是女生，你不要考博士了，赶快嫁人比较好。因为你是我们系的第一个女博士，那以后表演节目就靠你了。学长，你没听过这些话吧？哎，大磊，你的药好了？怎么在家养了几天，人看着反而没精神啊？好多了。也出去买了点菜。哟。哎，哪位啊？你好，陶先生。我是孟晚清女士委托的离婚律师，我姓陈，现在由我全权代理她。我想和您约一个时间，聊一下你们夫妻财产分割的问题。您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？现在这个卖房子的中介真是太讨厌了。是。哎，这来。黄教授，我这有一本新的论文，想请您指导一下。是你新写的吗？就辛苦您看完的话，能给我一些指导意见那就最好。什么时候学得这么谦虚呢？爸，怎么了？娜娜，你这回无论如何得好好帮帮爸爸。啊？爸爸刚才接到一个电话，你妈委托了一个什么律师，要跟我谈什么离婚的事儿。你爸爸以为他这次就是闹一闹，没想到你妈跟我来真格的，啊，他真找律师去了。你劝劝你妈。爸，你说你要真想跟我妈和好的话，你就多做出点实际行动，你别一出事就把我推出来啊。你爸爸这不是没办法了吗？哟，我闺女那么聪明啊，你一定有办法。你帮爸爸好好想想，你看看咱怎么能够挽回你妈妈这颗心啊？那你首先是不是态度得端正呀？然后你发自内心的多关心关心我妈，发生问题了，两个人当面多沟通沟通，你别总是互相猜忌，这些你说用我说吗？你们俩的事儿，反正你们自己解决吧，我都尊重。娜娜，你帮爸好好分析分析。你说你妈她，哎呀，好，算了，行，你说的这些爸都记住了，啊。好的，你照顾好自己哈。你少操心我的事儿吧，啊，拜拜。先生您好，这个系列的产品是我们家抗皱紧肤最好的产品，它能够逆转肌肤的问题，重塑青春容颜。当然了，这个价格也是最贵的。
这多少钱呢？这上面这个标价就是价格吧？对的，先生，我们这个面霜是880，精华液是860。建议您呢再搭配我们的水和清洁啫喱一起购买会更好。那水是480，清洁啫喱是280。您可以试一下。哎，精华液啊？对对对。这瓶儿太小了，这么点儿啊？是的，精华液我们只有30毫升。30毫升860啊？这里边掺了金子啊？先生，那我们家也有这个平价系列的产品，主要看您是送什么年龄段的人。我要送给我爱人啊，哎，她用的就是跟这个一样的啊。那看来您太太也是觉得我们这款系列的产品物有所值呢。哎，来一套。哎，好嘞。先生对太太可真好。那是必须的。精华液。哎，我买你这么多，你没有小样送啊？有的，先生，我帮您拿。哦。哎，先生，这2个是精华液，这2个是乳液，跟套盒里的东西都是一样的。哦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？先生，这个是中药，这个不好送的。哎呀，可以的。那咱哎，你这多送点啊！不好意思，先生，不好意思，咱们这边买单。我看你这儿还有很多呢，再拿2个。行，买单。这边买单。哎，你这不就是面膜吗？先生，那个实在是送不了，不好意思啊。这够小气的。您这张卡用不了了。啊？嗯。哦。用这个。哎，好嘞。这是金卡，额度很高的。好。先生，您这张卡显示是无效卡，没法用，应该是被注销了。啊？谁呀？谁呀？你跑这儿来干嘛？我找你，你啥意思啊，莫婉婷？你小点声行吗？啊，你小点声行吗？那卡是怎么回事？什么卡？信用卡，我刷卡的时候就无效了。你真干得出来你？亏得我还是在给你买护肤品呢。你可太逗了！哎，你怎么花的钱我可看得一清二楚。那张卡是我的好吗？我名下的，羊毛出在羊身上。你给我买任何东西都是我自己的钱。还有啊，那律师给你打电话没有？赶紧给我办了，早了早好啊。没门儿！哎，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。你不同意？哎，我一样有办法。谁呀？哎呦妈！哎呀妈！哎呦，大磊呀！哎，你们俩怎么在这儿聊呢？进去啊！没敢进屋，说是怕打扰你午睡。你没睡一会儿啊？没啊，对，大磊呀，我正要找你呢。哦，你看这2天晚清都在我这儿住，没事吧？你们2个？妈，你嫌弃我？肯定没事啊，我们俩好着呢嘛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妈，我下去拿那个外卖啊。您先躺着。哎，妈，有事你给我打电话哈。好嘞，好。赶紧下去啊！就等着你嘛。你用不着等我。嘘，赶紧走。哎呀，先下去就说吧。哎呀，你快点儿！你让人赶紧离开这儿，算你还识相，差点被我妈听见这乱七八糟的事儿。你说这么多年了，我怎么跟老太太一对眼儿，我看着我还是心里有点嘚瑟。那可不是，人家管好几百号人呢，这叫不怒自威。哎，这是给那个201的吗？201的。哦，那我就给我，我是201的。谢谢啊。你赶紧走吧，你赶紧回去。哎，老婆，哎呀，就冲我刚才在你妈面前这表现，你怎么也得给我留一张卡吧？回家再说。你回家，你回家再说。大磊，又来看丈母娘啊？啊！哎，这个周末你去不去啊？去哪儿啊？你老婆他们班30周年同学聚会啊，我老婆让我去，你去不去啊？哦，我知道这事儿。啊，到时候再说吧。好，那回见啊。哎，好。